母亲正轻柔地为女儿安娜沐浴，温馨的氛围中弥漫着水汽。然而父亲毫无预兆地猛地推开浴室的门，安娜惊恐万分，下意识的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，瞪大的双眼满是慌乱与不安。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端。身为父亲，他竟厚颜无耻，毫不避讳地要求女儿帮他洗澡。母亲出于对女儿的本能保护，挺身而出，试图制止这荒唐至极的行为，可换来的却是父亲如狂风暴雨般的一顿毒打。母亲痛苦的呼喊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，却无法唤醒父亲那早已扭曲的良知。父亲贼心不死，竟偷偷窥视女儿换衣服，不巧被妻子撞个正着。妻子满脸震惊与愤怒，厉声警告他：“那是你的亲生女儿。”恼羞成怒的父亲扬起手狠狠打在妻子的脸上，那清脆的耳光声仿佛是这个家庭破碎的前奏。随后夫妻俩来到了小镇的铁匠铺，父亲满脸蛮横，强行给妻子戴上了他早已定制好的面具。那面具造型怪异而丑陋，如同枷锁一般锁住了母亲的尊严。安娜看着母亲戴上那副面具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她讽刺母亲太过软弱，什么都听男人的。可她哪里知道，母亲的内心正承受着如刀割般的痛苦，那是长期以来屈辱生活的累积。终于，母亲在无数个日夜的煎熬后，再也无法忍受这无尽的屈辱，选择了离开。母亲的离去如同抽走了安娜生命中的最后一根支柱，失去了母亲的庇护，安娜的生活瞬间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父亲这个道貌岸然的小镇牧师将安娜带到了庄严的教堂，然而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人大跌眼镜，他竟然要和安娜结为夫妻。安娜惊恐地瞪大双眼，眼中满是绝望与抗拒，她宁死不从，但父亲根本不顾她的意愿，强行给她戴上母亲曾经戴过的面具，像拖牲口一般将她拽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等待安娜的是更加残酷的折磨。父亲挥舞着鞭子，一下又一下地抽在她的身上。安娜的哭喊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惨。夜晚，安娜在父亲非人的虐待下身心俱疲，好不容易熬到凌晨，趁着父亲鼾声如雷沉沉睡去，她强忍着身体的剧痛，偷偷地逃出了家门。原以为逃离了那个可怕的家就能迎来新生，可安娜万万没想到，等待她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。一路上，她饱受饥饿的折磨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她终于支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饿晕在了路边。当她再次恢复意识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辆摇摇晃晃的马车上，身旁坐着一个面容凶狠的男人，盘算着把她卖出去能赚多少钱。不久后，男人将安娜交给了一个叫弗兰克的人。安娜一走进那间屋子，看到满屋子的女人，心中顿时一惊，她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陷阱。她拼命地想要逃跑，可一切都太晚了。夜晚，安娜在屋里负责送餐，一个男人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她，充满了不怀好意。随后那男人走到弗兰克身边，不怀好意地问道：“这个多少钱？”安娜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，她望着四周，眼神中充满了无助和恐惧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怎样，而那无尽的黑暗似乎还在前方等待着她。金姐挺身而出，试图为安娜解围。我可以免费满足你的要求。他试图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安娜的安宁，然而男人的贪欲和邪恶远超想象，毫不留情地拒绝了金姐的提议，还提出了一个更加过分的要求，让这小丫头在旁边看着，不然一切免谈。安娜年幼弱小，在这强权与邪恶面前根本无力反抗，只能满心屈辱地顺从，泪水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。而完事后的男人依旧不满足，还妄图对安娜动手动脚。金姐再也无法忍受这禽兽般的行径，她的眼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，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，砰的一声结束了这个畜生的生命。可这是一个被男权牢牢主宰的黑暗社会，正义与善良在这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金姐的勇敢行为换来的不是赞赏和感激，而是严酷的惩罚。安娜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无力感，她痛恨这个不公的世界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一晃7年过去了。这7年里，安娜在痛苦和绝望中艰难地生存着。她结识了新的闺蜜卷发姐，两人在这黑暗的环境中相互扶持，成为了彼此唯一的慰藉。卷发姐性格直爽，对安娜关怀备至。在一次服务中，一个男人提出了过分的要求，卷发姐忍无可忍，奋起反抗，打伤了那个男人。弗兰克这个视力一如生命的人，为了维护店面所谓的利益，竟做出了令人发指的举动。他当众抓住卷发姐，眼中没有一丝怜悯，残忍地割掉了她的舌头。从那以后，卷发姐再也无法说话，只能用手艰难地比划着与人交流。安娜看着卷发姐遭受如此折磨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自责。她痛恨自己的无能，无法保护身边的人。就在安娜以为生活将永远这样黑暗下去的时候，一个神秘的男人来到了这里。他出手阔绰，直接包下了整个酒馆的女人。安娜不经意间抬头，瞬间如遭雷击，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，那个曾经对她百般折磨、禽兽不如的父亲。命运的恶意似乎从未停止对安娜的纠缠，那个曾给予她无尽痛苦的父亲，再一次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她。他眼中闪烁着贪婪与邪恶的光芒，
多年来压抑的兽性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他挥舞着手中的鞭子，将多年来扭曲的愤恨全都倾注在那残忍的抽打中。此时闺蜜卷发姐闯了进来，她毫不犹豫地扑向那个畜生般的父亲，手中的刀狠狠刺下。然而父亲这个恶魔般的男人，凭借着野蛮的力量，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卷发姐的生命。卷发姐倒在血泊中的那一刻，安娜心中的恐惧瞬间转化为无尽的愤怒。她顺势拔出匕首，反手就划破了父亲的脖子，鲜血喷涌而出。父亲瞪大了双眼，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倒在地上。安娜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知道这里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于是她毅然决然地烧掉了作案现场，在熊熊烈火中试图将过去的痛苦与罪恶一同埋葬，随后离开了这个充满伤痛的地方。事后她来到了医生的家，眼神坚定，恳求医生割掉自己的舌头。医生看着她，眼中满是疑惑，但安娜的坚持让她最终还是动手了。为什么安娜会有这样极端的要求呢？原来她是想冒充卷发姐的身份，去寻找卷发姐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夫，渴望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。她幻想能像童话故事里那样，远离过去的黑暗，走向光明。然而现实却无比残酷。当她坐上马车，马车所驶向的方向依旧是那无尽的黑暗。时光流转，多年过去，已经不会说话的安娜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她本以为能在这平凡的生活中寻得一丝安宁，可命运的齿轮又开始了无情的转动。这天，教堂里来了一位神秘的牧师。当安娜不经意间望向牧师时，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，惊恐占据了她的双眼，因为站在她面前的正是那个脸上和脖子上有着刀疤的恶魔。只是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肚子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腹中的婴儿因为头太大无法顺产，早早地夭折了。而善良的接生婆安娜却成了这一切的替罪羊。晚上，孕妇的老公大壮气势汹汹地过来找麻烦。就在安娜感到绝望之时，意外的是，牧师竟然也来了。牧师眼神凶恶地看着屋内瑟瑟发抖的安娜，因为孕妇的老公杰克在家，牧师有所忌惮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第二天，安娜看着羊圈里全部被杀的羊，心中充满了悲伤与恐惧。她担心恶魔的下一步行动会伤害到自己的孩子，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。她独自来到牧师的住所，手中紧握着刀，想要一刀解决这个恶魔，结束这无尽的噩梦。然而当她来到牧师家时，却发现恶魔早已不在家中。安娜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她意识到情况不对，赶紧拼命往家的方向奔跑。与此同时，在家中的杰克发现仓库的灯亮着，心中疑惑。正当他一探究竟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他突然倒在了地上。当安娜赶回家时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心碎欲绝。房子已经被大火吞噬，熊熊烈火燃烧着她最后的希望，而她的丈夫也惨死在仓库中。她来不及悲伤，赶紧带着孩子们逃离这个危险之地，朝着爷爷家的方向奔去，不知道未来等待着她的又会是怎样的磨难。